係1A 畫室嘅黃永昌老師，今日要為你哋示範塑膠彩靜物寫生的步驟。首先，我哋要打一個底色，呢個底色呢就係藍色嘅背景布啊，可以加到深色啲。咁加底色嘅時候呢，水分可以多少少，將空白嘅地方填滿。呢個步驟係好重要嘅，同埋要注意邊界嘅地方應該係清晰，不應該含糊不清。加完底色之後呢，要避免啲空白嘅白點，要將佢填滿晒。跟住再加呢個淺土黃嘅底色嘅布，箭台嘅布。呢個布呢，加嘅時候呢，要注意佢嘅明暗同埋大色調，要分翻明暗或者係2-3種簡單嘅色調。我哋畫塑膠彩寫生嘅時候，要先畫深色，後畫淺色，先畫遠景，後畫近景。呢個係塑膠彩油畫嘅寫生嘅步驟，而水彩就唔係用呢種方法咯。水彩係用淺色先，跟住再畫中間色、深色。咁我哋畫嘅時候呢，要注意，千祈唔好用純白嘅顏色。我哋加水果嘅底色呢，又係先加水果嘅深色部分，跟住再加中間色部分。中間色即是固有色，將3大色調畫清楚之後，再畫其他顏色。咁而家呢，我哋畫陶瓷呢，要特別注意啦。陶瓷嘅質感同其他水果嘅質感係唔同嘅。陶瓷呢係反光特別強，陶瓷嘅高光特別強。陶瓷高光係好光嘅，跟住呢，淺色都係好深色嘅，反差好大。陶瓷有一種感覺呢，就係無厘頭嘅深，無厘頭嘅淺，因為佢反射好強啊，同玻璃嘅畫法呢有少少相同。我哋當陶瓷嘅底色畫完之後呢，我哋就可以將佢豐富，加翻多啲嘅其他嘅顏色嘅變化。其他顏色係反射嘅顏色嘅變化。咁我哋要注意3大色調。咩叫做3大色調、3大塊面呢？第一個就叫做光源色，第二就叫做固有色，第三呢叫做環境色。光源色呢有唔同嘅光源照射嘅，就千祈唔好用純白啦。例如呢個橙色呢，光源嘅色呢係少少檸檬黃，少少淺色。咁固有色呢就係橙嘅本身嘅顏色啦。光源色我哋用淺色嘅顏色去畫啦，要豐富呢就光源色呢，呢張畫呢，光源色都有好多種嘅，橙色嘅光源色同埋啤梨嘅光源色都唔同，要豐富嘅光源色。固有色呢就係本身嘅顏色咁解。咁啤梨嘅顏色呢係淺綠色，就係固有色啦。我哋嘅明暗變化一定有3大色調嘅變化：光源色、固有色、環境色嘅變化。環境色係咩呢？就係反射到周圍嘅環境啊。例如有藍色嘅背景布，咁環境色呢多多少少有啲藍色啦。當我哋畫淺色嘅光源色嘅時候呢，我哋當然要用鮮明嘅顏色啦，同埋有少少紅啊、橙啊，少少嘅呢個檸檬黃。咁跟住畫完整體嘅大色調之後呢，調整啦，例如背景可以再加多一層，因為第一層呢就唔夠覆蓋啊。就係好似透明咁樣嘅效果啦，所以呢就要豐富翻咁呢個步驟呢就要豐富光源色。例如呢有幾個水果呢，佢嘅光源色呢都係唔同嘅，
有啲光源係有少少紫、淺紫色，有啲光源係少少檸檬黃或者係橙黃，有啲光源呢就係藍色，甚至係藍色嚇。咁每一種水果嘅質感呢都係唔同嘅。嗱，我哋畫完淺色部分，慢慢調整高光位置。高光位置好重要啊！你要睇水果，有唔同嘅水果呢，有唔同嘅高光。例如水汪汪啊、皮好光嘅東西呢，佢嘅高光係好強嘅。玻璃啦、陶瓷啦，高光好強。例如有啲水果呢，高光呢係冇咁強嘅，係比較弱嘅，甚至係冇明顯嘅高光。當我哋調整之後呢，我哋幾個水果幾種唔同嘅陶瓷石膏像呢嘅質感呢就會出現啦。咁通過咩去表現質感呢？就係反光、高光同埋好多種方法啦，去表現出佢嘅每種水果植物嘅唔同嘅高光嘅質感啦。畫出佢嘅特性，例如反光光強嘅呢，當然係好強光啦，係咪？要注意畫石膏模型嘅時候呢，千祈唔好用純白嘅顏色去畫，因為石膏像呢，光嘅地方有光源的顏色。畫完之後，我哋做整體調整，調整之後呢，就成個作品呢可以完成啦。跟住呢，我哋調整之後，將高光最深最白嘅地方呢做一次比較，再修改下就完成啦。